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飞。近年来，韩国有越来越多的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登上大荧幕，其中很大一部分更是以真实儿童惨案改编的，比如让人悲伤绝望的《熔炉》，悲痛无奈的《树园》，心疼不已的小委托人。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发生在11年前的韩国重大虐童案件——七股继母虐童案。事情发生在2013年8月，韩国庆北七股郡，一名8岁的小女孩因为腹痛被送去紧急就医，结果还没到医院，小女孩就没了生命迹象。负责急救的医护人员对小女孩进行了检查，却意外地发现小女孩的身上竟然有多处的伤痕，手臂也呈现很不自然的弯曲，腹部更是有着严重的淤青。医护人员发现小女孩的真正死因正是这些外伤导致的外伤性腹膜炎，这表示有人曾在小女孩生前对其实施了惨无人道的虐待，包括暴打其腹部处，扭伤其胳膊，摔打其四肢。也正是由于小女孩腹部的伤引发她的肠胃受损发炎，这才导致了小女孩的身亡。那究竟是谁会对一个8岁的小女孩下此毒手呢？这时候警察局接到了一通电话，给小女孩的死亡提供了线索。报警人员呢是一位儿童中心的福利师，他表示在小女孩去世后，继母李某曾经打电话到当地的儿童中心询问葬礼事宜，但因为平时这个继母对女儿的言行都很奇怪，导致福利师对其产生了深深的怀疑，于是急忙向警方报案。这时候小女孩的姑姑也站出来表示，两姐妹爸爸继母再婚时，2名小女孩是在姑姑家一起生活的，当时小女孩的性格开朗天真活泼，但是自从继母和李某再婚，姐妹俩被接回家住后，由于时常被继母虐待，这2个小女孩就变得内向胆怯起来。姑姑和附近的邻居都知道继母虐待2姐妹的夸张行径，因此小女孩很可能是被继母活活打死的。警方随后迅速来到了小女孩的家中，准备拘留继母进行审查，没想到意外却出现了。小女孩12岁的亲姐姐突然冲到警察面前，哭着说是自己害死了妹妹。所有人都愣住了，但是为了案件的调查，警察随后将继母以及姐姐都带回了警察署。根据姐姐的供词表示，自己由于不想被妹妹抢走玩具，所以和妹妹发生了争吵，生气之下打了妹妹，这才导致了她的死亡。继母也在一旁对警方证实说，在小女孩死亡的前2天，小女孩和姐姐的确有过争吵，自己为了阻止他们，也曾经不小心动手推倒女儿，不过自己的行为并没有造成什么严重的影响。继母还表示，大女儿因为平常记住小女儿，拥有父母的关心，所以经常和妹妹打架，种种的供词都指向了一个12岁的女孩。可是一个12岁的孩子怎么会将自己的妹妹毒打致死呢？这时警察在审讯小女孩的姐姐时，发现了姐姐供词中的一个大漏洞。姐姐表示自己的确和妹妹有争执，但没有打过她肚子，这就和小女孩致死的原因对不上了。最后面临妹妹的死亡，然后又被指称为杀人犯，12岁的姐姐心里承受不住了这些压力，才哭着说是妈妈让我这样说的，如果不听妈妈的话，爸爸的家庭就会破碎。妈妈要我说，我是因为洋娃娃被妹妹抢走，所以才用脚踢死妹妹。在姐姐的哭泣声中，一桩桩继母对2姐妹虐待的恶行被慢慢揭开。继母虽然外表看上去平易近人，但是一旦关起门来，就会变成一个恶魔，心情稍有不顺，对2姐妹就是非打即骂。不仅如此，孩子们的亲生父亲也经常虐待2个孩子，甚至有时候还会参与继母的施暴之中。对于2姐妹殴打施暴已经是家常便饭了，毕竟比暴打更令人发指的恶境相见还有很多，比如不给2姐妹食物吃，强迫2人吃下韩国辣度著名的青阳辣椒，看着姐妹俩在地上翻滚哭泣的样子取乐等，比如把鱼缸放满水，把她们的头硬往水里压，来发泄内心的不快。这2个小女孩平时甚至不敢在家中大小便，因为继母还会逼她们吃下再往她们排泄物的卫生纸。可能是由于在哭泣中得到了变态的快感与支配的愉悦，继母甚至还会逼2姐妹脱光，让她们拍裸照，并裸照威胁她们听话。如果孩子们反抗自己，继母还会从高高的楼梯上把他们推下去，让孩子们摔个遍体鳞伤。随着折磨的次数多了，恶毒的继母甚至还有了新的念头，甚至试图把他们丢到洗衣机里面转。根据亲戚描述，由于家中缺钱，继母甚至会把小女孩当作是揽钱的工具，比如先是要大女儿告发表哥性侵妹妹，但是在检查后，亲姐发现大女儿身上并没有被性侵的迹象，继母又改口说自己也被表哥性侵了。
而这样做只是为了拿到补偿金。社区儿童中心和学校也曾经了解到这种情况，并且找来继母协调，继母却对儿童中心的工作人员解释，因为家中经济困难，再加上还要养活2个孩子，于是不自觉中便产生了许多怨气，自己的行径也有些偏颇，会自行改正的。但是回去后，他马上一改人前自责后悔的模样，并且对孩子们实施更严重的暴打。社区儿童中心也曾经多次报警，但警察局总以只是父母的正常管教为由而忽视掉，拒不出警，这才有了之后的惨案发生。这些让人不寒而栗的行为，一直以来因为没有证据，以及2姐妹因为害怕，使得继母一直逍遥法外，直到小女孩的死亡，才让整件虐童案曝光。之后继母被判10年，孩子的父亲也被判处3年，2个孩子的亲生父亲已然出狱，而这个可恶的继母很快也要回到社会了。但是失去的孩子却不会再回来。如果韩国警察能够早点出警，如果亲戚们能够及时伸出援手，如果法律能够更加健全，是不是这2个小女孩就可以平安长大了？可惜生命不能重来，人生也没有如果。希望所有人呢，在遇到虐童事件的时候可以及时报警，也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被父母温柔以待。好了，今天关于7股虐童案我们就聊到这儿，记得点赞、评论、订阅。我是阿飞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